福建鞋厂大火的视频，你看了吗？我是看了，不忍直视啊！官方通报说死了28个人，而现场的工人透露的数字是多少呢？为什么中共官方只要遇到重大事故就死守着这30人的红线？这背后的潜规则是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福建肯定要给中央一个交代。那哪位福建帮大佬的马仔要承担责任，被牺牲掉？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10号。今天我们深度剖析一下昨天发生在福建的大火，绝不是中共说的只有28个人死亡。我们根据公开的报道，包括现场人士在 X 的爆料，来还原一下这场大火发生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掩盖的真相。根据官方通报啊，是在7月9号12点04分，当地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的。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火着起来了，而且这个火势非常旺，几分钟就窜到了3楼。这整个建筑只有5层楼。通过视频，人们发现大量的工人已经到了楼顶了。因为你往下走走不来了，因为这火是从1楼往上窜，谁也不可能往火海里钻吧，只有一条路，那就想办法到楼顶。他们以为说以中共现在吹嘘的技能，肯定有各种云梯把你救下来，然后呢那种高的这个喷头能够把水喷灭，这是他们唯一的求生的机会。但事实上在宝贵的半小时之内，这些消防设施没有来，也没有发生作用。人们看到的是这些人在火海中被整体吞没了。有一些人发现不能干等死能不能说死里逃生，从那墙上跳下来？确实有俩人从上面跳下来了。最终根据官方的通报，有26个人在楼顶上烧死或者是熏死的。跳下来那2个人也已经死了。你想想，5层楼跳下来摔也得摔死那通过这件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根据官方的通报，在着火前的2天，这个村委会就已经发现这个叫辉腾的鞋厂它有隐患。他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1楼的配电箱前面居然装了一个大型的风扇，对着这配电箱进行吹。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配电箱高温了，热了，要用额外的风扇给它散热，说明这个电箱在超负荷的工作。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在福建正好属于夏天，除了这5层楼的机械进行大功率的消耗之外，另外这些空调呢，所以说这机器着不住了，你只能通过外力给它降温。但这是个办法吗？当地村委会的人说这个不行违规有安全风险当地的人怎么讲的？说我们现在正着急出货了你走了以后，我们出完货马上就来整改。事实证明没有等到2天，这火就着起来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件事呢，基本可以排除抽烟的可能。因为很多人说这种着火大概率是工人抽烟，为什么这点基本可以排除呢？或者说几率不超过10%很简单，你要是这个鞋厂老板，你一定会第二天的规矩，在易燃物堆积的地方，谁抽烟至少要罚款，甚至是开除，而且到处都有摄像头。所以说这个抽烟说基本可以排除了。那既然大概率是这个风箱高温着火造成的，那喷淋系统也就解释了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你电走到哪儿，你的水喷到哪儿，这火就着到哪儿。喷淋系统对这种电路火灾呢效果有，但不是特别大。这个时候就得用那种泡沫灭火器或者是那个灭火罐了。但你知道在鞋厂这种地方，根据公开透露的消息，它1楼呢既是个生产车间，它也是个仓库。你看
堆积如山的这个鞋料着起来以后，它形成一种轰燃，就轰的一声，整个1楼全是火焰，然后烤到2楼、3楼，一直像烟筒一样。而且在着的过程中，这种聚氨酯啊，这种鞋的胶水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气体，人吸了以后啊，瞬间是高度的咳嗽，咳嗽的同时你无法呼吸了。所以在楼顶上的人啊，大概率实际上是被呛死的，对这种毒烟呛死的，你说惨不惨烈？好，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种企业它为什么不遵守这个规则啊？很简单，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他们这些几百人的小企业啊，为了苦苦挣扎，它只能是高负荷的运转，它没有钱或者舍不得花钱去更新这种电力系统，这个就是要冒险了。冬天也许没事，因为气温低嘛，但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配电箱就着不住了，这必然会产生什么短路、火灾、火花。那我们来深层次分析一下，为什么福建晋江被称为中国鞋都，乃是世界鞋都？在历史上啊，这个福建人做鞋并不在行，但是啊，你当不着外人教。就是世界制鞋的巨头阿迪达斯和耐克，他们在90年代就已经在晋江设厂了。设厂了以后呢，整个产业链都带过来了。无论是鞋底、鞋面、什么鞋带，你任何一个东西，它产业链配齐了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个聚拢。世界人穿的钱，它一年生产的上10亿双鞋啊，都是在晋江。当然了，这2个巨头现在已经搬离晋江了，现在他们搬到了这个广东，有一部分呢是搬到了福建另外一个城市叫莆田。但是中国的一些头牌企业，你像特步啊、361度啊，一些其他的品牌啊，本土的制鞋仍然聚集在这个晋江，而且啊，很多这个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搬到了印度，搬到了越南，那只是一个组装，但真正的辅料啊，包括基础的那些材料，还是在晋江。那晋江这个地方啊，它长期作为经济重镇 ，GDP 在全中国县级市能排到第3位，所以说啊，这是一个富的地方。这就揭开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官方只说死了28个人？因为这官方呢，它有个潜规则，30人是个坎儿，高于30人，这事儿省里啊说了不算了。如果低于30人，这个事儿是省里边成立调查组来解决，那就好办了呀。如果超过30人，必须是国务院来查，那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万一查出事儿来，或者底下的人呢，内部人举报，那省长、省委书记、副省长都得要承担责任。你还想不想进政治局了？想不想进常委了？所以想尽办法也得把这事儿得搞到省里。第二个呢，除了这个处理级别，再就是推出来的人的级别也不同。如果说这个数字呢低于30，它就不叫特别重大，只能叫重大事故。那重大事故推出来的是县级，你看晋江它属于县级市，它的市长、市委书记、分管副市长可能就要记过，再进省里啊就非常难了。如果这个数字突过了这30人，这处理的呢可能就是晋江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了。当然了，晋江市属于全州啊，那就到了全州省长、市长和市委书记。你看看，正是因为关系到乌纱帽，他们想尽办法也得把这30数字啊给你压下来。那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现场的人跟你说，因为有观众呢，有当地的工人已经在 X 爆料了，说这厂里啊200多人，可能一半人啊回不来了，你就打个5折吧，100人呢。所以说真正死了多少，老百姓恐怕你难以知道这个真实答案了，他就给你一个交代了。那我们来看看，最终这件事儿要给公众的交代，那要免职要处理呢，哪位大佬的马仔要成为牺牲品啊？以目前看，这个省长已经到了现场处理了，因为他作为行政官员啊，要承担责任的。他正好是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先生的老下级马仔。虽然说何立峰他没有进常委，但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清楚，他手里的权力含权量甚至超过了某些常委。他是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能当国务院半个家呢。常务副总理这个另有其人，但他基本上是一字并肩王了。所以说他有直接向习近平汇报的资格和权利。这俩人在福建的时候也是老的上下级。到这一步大家清楚了，福建作为经济和政治的重镇，那出了问题终究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推出来的大概率那就是县级市的官员了。关于这件事呢，咱们就看一下它未来的发展。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下期再会。